大家好，我係貓哥啊，係啊，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嘅一款車啦，就係 MC12啦，係由 BBR 去製作噶啦。今日呢款車可以話係瑪莎拉蒂整個歷史入面一部非常之高質、相當強勁嘅一款車。咁今集咧，我哋就一齊睇下究竟 BBR 咧可唔可以喺細節方面表達到呢一部神車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如果大家有睇開車嘅都知道啦，瑪莎拉蒂同埋法拉利咧有住深厚嘅血緣關係啦。咁整個瑪莎拉蒂嘅裏邊咧，MC12咧當中用上咗好多技術咧，都係喺法拉利嘅 Enzo 入面嘅。咁當初呢部車咧，其實係被稱為呢個 Maserati Cross Competizione 嘅一個設計啦，咁當中嘅呢一款車本身係命名為 MCS 嘅，咁最後瑪莎亦都將佢命名為 MC12啦，咁其後亦都交咗俾兩位著名嘅車手嘅，包括係 Bastianini 同埋呢個舒密加啦去進行測試嘅。咁對比起翻法拉利嘅 Enzo 啦，MC12嘅設計咧外觀上面就較為平滑啦，而且優雅嘅，更加符合品牌嘅理念啦。咁喺動力方面咧，亦都搭載住法拉利Enzo 嘅只有呢一副232kg 嘅 V12 引擎啦，咁馬力去到620匹，0至100只係需要3.8秒嘅啫，非常之強悍嘅性能啦。咁呢一款車亦都可以作為瑪莎拉蒂喺整個汽車歷史入面嘅一個巔峰之作，可一不可再嘅啦。咁好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好啦，大家已經睇到呢部車啦。咁其實嗱，終於等到兩架新舊同台放埋一齊嘅感覺啦。咁 BBR 咧不嬲都係以高品質見稱啦。上次呢一部 MC20 大家都相當亮眼噶啦。嗱，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喺顏色方面咧，可以話係新舊真係唔同就真係唔同嘅。MC20 採用咗一個偏光嘅珍珠色啦，而嚟到 MC12咧就採用咗一個全白色嘅珍珠白色啦，配上一個海神藍色嘅質感啦，可以凸顯到瑪莎拉蒂嘅高貴之餘咧，咁喺金屬粒子方面啦，咁其實都冇任何嘅堆積啦，咁最特別嘅嘢當然係拉花上面嘅設計咧，更加有經典元素喺入面嘅。整體嘅車身方面咧，除咗一個間色之外啦，仲有一條好重要嘅白色車身線條咧，貫穿住成架車，由車頭帶到去車中間，甚至車尾嘅部分呢，一條我哋叫做律動嘅線條啦。咁好非常之幼細，睇得非常清楚嘅。咁嗱，對比起翻 MC20 啦，MC20咧睇嚟咧係比起而家現代嘅車係更加帶有一啲高科技嘅感覺，而 MC12咧就有一種復古嘅味道嚟嘅，望翻轉頭，同埋車身比例嚟講，好明顯咧大咗半級嘅成架車個車身長度各樣嘢啦。好啦，嚟到車頭嘅部分啦，首先第一點咧，其實我自己咁睇啦，成個設計咧更加有瑪莎嗰種優雅，而喺線條方面咧又帶有簡易得嚟，又要突顯到成個品牌咧係相當特別嘅一個牌子嚟嘅。咁過往大家一定會覺得Maserati 嗰種感覺，一係咧就係一啲倫敦人啊，即係倫敦金人咧會去揸嘅車啦。咁喺香港最出名㗎啦。咁好多女士咧好得意嘅，對於呢一部車嘅牌子亦都話係高級嘢嚟嘅。我都真係睇唔明啊，但係就by the way啦，佢就係一種高級嘅感覺，就係做到就做到㗎啦。BBR 咧，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哋成個車頭部分咧，先睇到嘅第一個部分，當然就係呢一個進氣窿嘅部分啦。進氣窿咧其實非常之大啦，而呢一個咧中間嘅部分咧係帶一個半圓形嘅設計，而唔係話成個做晒平面嘅效果啦。咁當中呢個金屬嘅三叉戟呢個漿咧，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嚟到另一點啦，我哋要睇嘅當然就係車頭燈嘅部分啦，車頭燈嘅部分咧，其實可以睇得出咧，佢係有還原到嗰啲燈件入面嘅細節啦，包括一盞大燈啦，另外一盞細燈，仲有一盞指揮燈嘅部分啦，係有做得到嘅。咁當然啦，我自己咁睇成個部分咧，車頭咧反而就真係冇乜話好大嘅稜角啊，或者特登要刻畫啲線條，令到佢嗰種圓潤嘅感覺咧，反而係帶到去車頭冚嗰種
強烈嘅效果。咁嗱，當時嚟講喺運用空氣動力學可以話第一梯隊嘅嘢啦。咁啊，亦都用上大量法拉利嘅科技啦。咁啊，會見到呢一啲間一條條嘅間咧，其實係一啲我哋叫做下壓線嚟嘅。咁啊，成架車嘅車頭甚至整架車嚟講咧，都係去咗一個風洞測試入面咧，去度過成個嘅設計啦。點樣可以令佢個風阻係數咧減到最低咧？喺呢一度咧就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咁我自己覺得咁睇啦，呢一個設計就真係非常之獨特，我真係未見過咁樣嘅效果嘅圖案嘅，即係咁樣嘅設計真係非常之少有啦。嗱，咁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其實車側嘅部分咧，可以咁講，可以盡顯意大利人對設計嘅嗰種美學要求啦。呢種車身線條嘅流線型咧，真係唔講得笑，真係絕無僅有嘅一個設計嚟嘅。大家可以見到一個波浪形嘅設計，經過條呔鈴、車門、車尾，甚至去到尾翼嘅部分咧，都係帶有好特別嘅圓潤得嚟。係有一啲空氣動力學嘅細節喺入面嘅。咁車門嘅部分咧，亦都做得非常之靚嘅。我哋叫做一個階梯式嘅設計啦。呢度睇得非常清楚，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呢一個部分嘅。咁啊，另外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進氣窿嘅部分啦。其實咧，進氣窿呢一度咧係佢有做一個傾斜度嘅，因為咧有啲牌子咧以前有一啲我叫舊啲嘅牌子咧，樹枝又好，呢一啲位置咧喺做嘅部分咧係冇咁斜嘅。咁嚟到現今咧已經斜翻好多啦。咁另外另一邊透過呢一個進氣窿咧，可以帶動一啲氣流帶入去做一個散熱嘅部分啦。而伸延至車體嘅頂部嘅位置咧，其實成架車佔咗2/3嘅部分咧，都係喺一個引擎蓋嘅部分啦。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其實咧我翻查數據先知㗎啦。嗱，我又戴咗頭盔先啊，有錯請更正。其實佢呢一個設計咧係源自於瑪莎拉蒂裏邊嘅三叉戟效果嚟嘅，用咁樣嘅效果去呈現一個虛擬嘅三叉戟嘅。咁啊呢一度咧其實真係有啲似嘅，望翻。即係睇翻啲資料啦。咁另外碳纖呢一個紋理咧，亦都做得相當豐富嘅。每一條坑紋嘅部分咧，個深度亦都夠啦，而且亦都有用上呢個 bearing bond 嘅設計啦。咁啊，非常之大體嘅。咁啊嗱，另外車頂嘅少少部分啦，車頂嘅少少進氣窿嘅呢一個鯊魚腮嘅部分咧，亦都有做到啦。咁呢一個位置。最緊要咩？唔係個鯊魚腮嘅部分，而係鯊魚腮前面嘅兩條我哋叫做比較虛擬少少嘅一個律動下壓力嘅線條嚟嘅，帶動氣流嘅線條。咁呢一度咧亦都有做得到啦，非常之唔錯嘅。咁最後一樣嘢啦，就係金屬車廂嘅部分啦，依然都係有做到嘅。咁講埋落去啦，咁呢一隻翼咧，其實老實講嗰句係非常之誇張，咁唔怪得知呢部車620匹點樣可以用巨大嘅下壓力將部車撳落去咧？大家可以見到其實邊緣嘅位置都做得相當唔錯嘅，喺一啲我哋叫收角嘅位置啦。BBR 咧喺呢一啲位置咧，可以做到一個半圓形嘅效果。其實咧，車頭嘅位置亦都有個半圓形啦，車尾亦都有用上咗一個半圓形，但睇真啲呢個半圓形咧係帶有少少梯形嘅形狀嘅。咁喺罅隙嘅部分，而且咧間距感咧唔會話做得非常之厚啦。咁啊呢個地方值得一讚啦。咁好啦，我哋又睇下車尾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整個車尾部分咧，我都覺得真係都絕無僅有嘅設計，我真係未見過。因為呢一種設計咧，好有賽車化嘅模組嘅。咁首先第一件事，當然就係呢一副 V12嘅引擎，當然有足夠嘅散熱啦。咁呢一度你亦都睇到一個梯形嘅設計，而兩邊又做到一個凸起嘅少少點綴嘅位置咧。呢一啲位置係有還原到嘅，咁啊值得一讚啦。咁另外燈件嘅部分咯，大家會話喂，佢係咪爭啲啊？咁我又咁睇啦，1:64真係好難做到咁細粒嘅呢個比例上面，所以大家就將就下啦。我都覺得，上咗顏色都收貨㗎啦，大致就係咁啦。咁啊嗱，尾部嘅結構嘅呢一個尾擾流嘅部分咧，就都收貨啦，係啦。但係就你話可以有啲地方可以再改善嘅，咁啊尾翼嘅部分就唔使講㗎啦 ，OK 嘅。咁啊大致係咁啦。車尾嘅部分咧，其實就較為簡約少少啦。咁啊嗱，重點嘅位置我哋開個內籠俾大家睇睇啦。
好啦，嚟到內籠嘅結構部分啦，咁基本上咧100%有還原到應該要有嘅細節嘅。咁第一點當然就喺皮革方面啦，就採用翻海神嘅招牌藍色啦。咁啊呢隻顏色咧相當講究㗎，係真係佢哋特登為呢一架車去染色出嚟嘅效果啦。咁啊搭載住嘅地方當然就係標板嘅部分啦，亦都有採用咗分式嘅結構嘅，做得相當唔錯啦。軚盤嘅位置亦都有做到上色嘅，咁呢一啲位置都真係估唔到 BBR 喺呢啲細心位咧，依然都有保持到應有嘅水準啊嚇！咁第三點啦，當然就係喺嗰個碳纖嘅結構方面咧，咁其實可以睇到啦，成張椅嘅部分咧係採用咗間色嘅效果嘅，咁呢一度亦都睇得非常之清楚，而且呢隻藍色我都真係幾中意嘅，咁啊整體嘅細節感啦，亦都豐富嘅，咁啊車身內籠嘅間距感咧，因為始終呢部車係為賽車而生㗎啦，咁所以呢兩個座位咧睇落都真係幾逼夾下嘅，咁啊都係講一句啦，呢啲車都唔係攞嚟揸㗎，攞嚟擺多個揸㗎啦。咁啊整體方面 BBR 嘅分件顏色做得都唔錯嘅，咁啊最後一樣嘢啦，就係呢一隻石英錶啦，喺呢一個下面咧好特別㗎，呢架車係獨特地有呢一樣嘢就係有個石英錶嘅位置嘅，咁啊真係唔少得。好啦，咁我哋去合翻埋架車，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我會俾佢9分嘅。無論係買信仰、買車款、買歷史啦，咁呢一部車亦都係不可或缺嘅一款車嚟嘅。咁啊，而且呢一款車亦都作為馬莎整個巔峰之作嘅一個作品嚟啦。咁啊，之後其實佢亦都會再出一啲賽車拉花以及一啲稀有度極高嘅拉花嘅款式啦。咁我哋期待一下啦。咁啊嗱，配上 MC20嘅效果，大家可以睇到啦。你冇話唔買啦，係嘛？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已經睇晒成部車啦，咁我都幾期待咧，其後佢出一部有賽車拉花嘅款式啦，同埋一部咧非常之特別嘅拉花設計啦，咁亦都係喺呢幾十部車裏邊嘅其中一部嚟嘅。咁啊，唔知大家點睇咧？歡迎留言話我知啦。咁下一集咧，我哋會開部咩車咧？跳翻落去 Mini GT 嗰邊嘅。咁啊，係一部警車啦。咁大家應該都有買噶啦，就係 Kaito House 啦。咁我哋都會喺外觀上面去講一啲嘢嘅。咁啊，大致係咁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